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月12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1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22.09，收盘价是123.22，在盘中最高价是到达了125.95，最低价是在120.5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5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838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09 倍量增。KD 值开口不变，双线是继续上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开口增大，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并且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的趋势发生转变。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月1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我们依然可以称作叫十字线。对，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反弹后的横盘中。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个小 K 线十字 K 线它的收盘价是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那并且呢，成交量是呈现量增的一个现象。那我们也会看到 KD 值和 MACD 它们的指标也都是向上的。所以就目前这些指标来说，股价后续会继续上行。但是呢，我们要警惕，就是说股价如果出现上行的话，上方马上会遇到20日均线值。那我们说20日均线值如果不能突破呢，有可能会遇20日均线值而出现转折向下的一个现象，一个结果。对，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行，我们给出2个点位，一个点位是收盘价在123，另外一个点位呢是收盘价是收在130。但是呢，收在130，它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18的。那这是向上继续反弹的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下行。那下行呢，收盘价在108.5。那它的条件呢是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17的。那实际在1月11日收盘价是在123.22，我们说股价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上涨。那我们预测的这个上涨和实际的这个收盘价是相接近的。那么刚刚我们从 K 线信息的解读说也预示着股价后续会上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上行。那股价的上行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回顾124和下方的这个104这2条水平线，我们说它是12月30日和1月3日2日定义的一个盘整区，对，这样一个区间。那在1月11日我们会看到，在盘中股价是一度突破了这个盘整区，但是收盘价呢又收在了这个盘整区的范围内。但是呢，它的收盘价超过了前一日 K 线最高。对，那我们说股价如果继续上行，它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依然认为就是要
突破这个横盘区域，也就是收盘价要站上124.48，是12月30日的最高。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我们说，如果收盘价能够突破这个盘整区啊，那股价将会继续上行。那接下来的目标呢？我们说股价就要站上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那当日新生成20日均线值呢，我们测算是在127附近，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好，那么说，对，如果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再能够站上20日均线值，那我们说股价呢将有可能会转为一个多头的趋势。这个多头趋势我们指的是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对，那股价将会继续向上。那如果再向上，我们还要给出一个目标呢？实际上是在12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161这个位置，我们也加一条水平线作为一个观察。好，那我们为什么把股价说如果能够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之后，目标设在这个点位呢？那我们会看到它这个点位啊，实际上是，叫做自12月16日以来，我们会看到连续下跌的 K 线。如果我们把它合并，这是一个实体长红 K 线。那股价一旦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我们说是有转多头的一个可能。那转多头，它向上的目标就是要收复这根长长的长红的实体的下跌的 K 线的最高。对，所以我们把接下来的目标是定义在161。当然呢，在前面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在12月9日这根 K 线最高是在182附近。那我们等股价能够站上20日均线值之后，我们再讨论上方的这个点。好，那对于上方我们会看到，先是突破盘整区，然后站上20日均线值，然后再收复这样一根长长的下跌的实体长红 K 棒，长红 K 线。对，好，这是3个目标。那在股价如果继续上行的时候，我们要非常警惕一个点，就是在127，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那股价呢说，如果没有继续向上的愿望呢，我们说它在遇到20日均线值的时候啊，很容易会掉头向下，而重新出现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对，所以我们在盘中要特别关注20日均线值127。好，这是股价的上行。那我们再来说股价的下行。那股价的下行呢，我们说它的目标依然是要向下跌破这个盘整区，也就是104这个水平线。对，当然我们说股价如果说在11月12日出现下行，要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会看到前低，这有若干个 K 线的前低，包括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都在这个地方啊会成为一个支撑。对，所以说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上方还是有很强的一个支撑的。那如果一旦这个股价被说跌破了这个盘整区的下限，那接下来的目标我们依然认为是94这条水平线。94就是年 K 线图当中的10日均线值。那在到达这个94之前呢，这儿还有一条水平线是100关口。我们说100关口将继续成为一个股价的支撑。好，这是下行的2个目标，就是跌破这个盘整区，然后去回踩年线的10均值。那接下来呢，我们总结一下，对于1月12日在盘中上方，我们要特别关注
刚刚讲了是127，股价会容易遇压而出现掉头向下。那在下方呢，我们给出一个值，我们调整一下这条红色的水平线，我们把它调整到117。117呢，它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也就是在盘中股价一旦出现跌破了这个117呢，我们说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行。对，所以这是我们盘中特别要关注的。当然，我们说股价如果在盘中到达了117甚至更高一点的位置，然后没有继续下跌，那我们说如果它能够支撑住这个股价呢，那股价将会继续掉头向上。好，以上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月12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呢，其实我们说，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26到127之间，那包括前高也是在126附近，所以第一个压力区间呢，我们说我们连带这个124加在一起，也就这是我们要突破的一个盘整区。那第一个压力区间是从104到124，第一个压力区间是124到127。那第二个压力位呢，我们给出是在136，136是12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然后呢，第三个压力位呢，我们是给出这条水平线是在161。那我们给出这个压力不是说1月12日就能够股价能够到达这个位置，而是这是股价如果继续上行一个关键的压力位。对，好，这是上方的3个压力。那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下方的支撑我们依次来说一下，它有前低是在120.5附近，然后呢，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17到122之间，然后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呢是在116到119之间，所以呢，我们把前高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合并，那第一个支撑区间就是从116一直到122。我们说这个支撑还是比较点位还是比较多的。那第二个支撑就是104，第三个支撑是100关口，第四个支撑我们给出是94。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给出1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继续上涨，对，那继续上涨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那第一个点位就是说股价会突破这个我们说叫或者说是股价能够站上20日均线值，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股价将是一个高开盘，或者也有可能会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对。那如果是这样呢，股价最低会回踩到我们说在122这个位置，对。或者我们再给出更低的一个低点，会回踩到121，对。那当然如果回踩到121，它一定是低开盘了，所以最低是在121，然后呢最高上方会到达130.5，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129附近。也就是第一个上涨呢，我们认为股价会有可能会站上20日均线值，对。
那另外一个点位呢，我们说股价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如果是大幅的上涨呢，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27，在这个位置，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139，对，在这个地方，然后收盘会收在137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啊，我们说它的条件是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27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我们说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大幅的上涨。也就是大幅的上涨呢，我们预测它可能会回踩20均线值，也就是20均线值不是压力，反而是成为它的一个支撑。然后呢，股价收盘在高位，对，这是股价的上行。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下行，对，那出现下行，它将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对，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21，下方最低会回踩到108。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111附近，在这个位置，对，那么出现下行，它也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股价必须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21的。那满足了这个条件啊，我们说这个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行。好，那我们再想补充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包括我们分析，都说股价会继续向上。那为什么我们要给出一个下跌的可能呢？那在这里呢，我们是基于一个考虑，我们会看到连续3个交易日啊，股价一直没有突破我们定义的这个盘整区，也就是上方是124，下方是104。那么连续3个交易日，没有站上或者突破这个横盘区，那一旦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出现一个低开盘，甚至一个跳空的低开盘呢，我们说股价有可能会出现下行，然后呢，在接下来交易日继续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对，所以呢，我们是基于这个原因来判断，股价一旦低开盘，跳空的低开盘，有可能会，它的意愿是继续在这个地方盘整，所以才会出现下行。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月1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